路飞的背景是一种被动技能。在一路的冒险中，路飞其实并没有主动用过背景评过事儿，但背景这东西就像是被动，有时候不一定主动才会触发，所以每当危难关头，路飞即便从不主动触发，也会吃到背景福利。どんな知り合いだよ、ルフィ。俺知らねえって本当に。开局的背景，吃下暗地里拥有神之名的尼卡果实，红发香克斯作为他的引路人，虽然现在怀疑尼卡果实并不是专门给路飞吃的，只是碰巧路飞吃了，红发才赌上一币。但是动物系果实通常寄宿着某种意识，路飞和尼卡算是双向奔赴了，所以有没有误打误撞也就不重要了。这两个王炸背景直接让路飞梦幻开局，这不仅让路飞正式踏上成王之路，在后面红发和雷利见面，尼卡果实觉醒，甚至只有尼卡觉醒者才能成为海贼王一系列，起手的这两下背景是后面环环相扣的关键。到了罗克镇，面对早期的路飞克星斯摩格，还有即将超度路飞的巴基，路飞都打算认命了。然而有时候背景可以让人想死都死不了，一阵雷电，一股狂风，连救路飞2次，送路飞进入伟大航路。有什么理由能阻止一个男人扬帆起航？路飞的老爹蒙奇蒂龙如是说。到了阿拉巴斯坦，路飞老杀了一番战，毫无反抗之力的路飞已经全身入土，即将宣告完结。好巧不巧的被罗宾给捞上来了。如果萍水相逢的罗宾只是佩服路飞的胆量才救他，那未免不够有说服力。最重要的是，路飞名字里有个帝，罗宾应该对帝制一族的信息略知一二，再加上路飞对伙伴的感情不同于其他海贼，这对罗宾来说是非常好奇的。到了长链岛，草帽一伙遇到了大将青雉。从实力上来说，草帽团有多少条命也过不了青雉这一关，但奈何青雉和路飞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微妙的。首先，青雉亲手放走了罗宾将，已经在草帽一伙中。青雉吓唬小孩，但不下死手，或许想看看奥哈拉的未来会如何影响世界。最重要的是卡普和青雉的关系。青雉虽然嘴上说是帮烟鬼还阿拉巴斯坦的人情，但从之后司法岛屠魔令，青雉作为督战的大将，居然抱了个躺椅偷懒。顶上战争亲口说卡普有恩于自己，转瞬之间被小马哥踢飞。青雉这一系列没少放水。到了司法岛结束，卡普率军在水之都围堵草帽团。从即将蜂巢岛的操作来看，卡普要真的想抓路飞，路飞有10条腿也跑不掉。奈何爷爷遇到亲孙子，海军英雄也难扛隔代亲呀。与其说是追杀路飞，看着更像是催促路飞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在这里，卡普也透露了蒙奇第一家的雄厚背景。路飞的背景不仅是被动，触发之后还附带恐惧效果，一时间吓坏众人，连草帽团伙伴也惊叹大佬就在我身边。不过作为自带被动，路飞自己倒没觉得什么。到了香波地群岛，草帽一伙最艰难的时刻，同时也是路飞的背景派上大用的时候。红发事先已经和雷利通了气儿，说这孩子像咱们船长，还望副船长好好培养。作为海贼王的副手，雷利在这里早已恭候多时，之后更是免费赠送1年半的基础课，外加半年的实践课。熊这边的关系更是自家叔叔龙队的亲信，萨博的半个老师，拯救侄儿也是亲力亲为，把草帽一伙派去他们各自最适合的岛屿修炼，争取再创辉煌。黄猿嘛，反正一脚一个超新星，最后一个超新星也没抓。二舅辈啥也不说了，雷利、黄猿、熊岛上的这3大咖配合的倒挺好，打也打了，路飞跑也跑了。黄猿事后抓了500个小海贼回去交差，别管抓的谁，就说抓没抓吧。到了推进城，路飞的被动再次发动，只不过在推进城5.5层信号不好，小伊万这边还有点延迟，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最后小伊万为了少主，直接开启蛰伏已久的越狱计划。如果没有小风，路飞早就死了。那其实没有小伊万最后鼎力相助，路飞也难逃推进城。到了顶上战争，群魔乱舞，以路飞当时的实力，在里面被碾死多少次都不过分。但你就看青雉、黄猿、战国他们的操作，就好像在说少主赶紧躲得远远的吧，再这么闹下去，我们哥几个都不知道该怎么演了。卡普更不用说了，直接明演。卡普表示，路飞出门在外，别忘了没事儿欧雷瓦路飞，有事儿蒙奇蒂路飞哈。现在知道即讲的那句只有你们当了海军，爷爷才能名正言顺保护你们这句话的含金量了吧。到了德岛，萨博的出现解了路飞的燃眉之急，让路飞保留体力，抽身去帮助伙伴对付明哥。在路飞4档 CD 的时间里，巴杰斯准备偷袭虚弱期的路飞，当时路飞身边没有能对付巴杰斯的战力，要不是萨博的一脚飞踹救场，明哥这个大 boss 就很难解决了。虽然路飞一路上确实没少吃背景福利，但是越到后面越发现路飞触发背景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因为路飞已经逐渐追赶甚至超越了他的背景，自己成了自己的背景。就像是弹头岛上，虽然贝加庞克和龙队是挚友关系，波妮是熊的女儿，但反倒是路飞一直都在保护他们2人，有一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倒是有了一种曾经你们是我的背景，现在我是你们靠山的感觉。既有背景又能惹事儿的草帽大船团。德雷斯罗萨之后，草帽团终于有了一支麾下大船团，当然这完全在路飞意料之外，但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跟他们的老大一样，大船团来头不小，惹事儿也是一把好手。如今他们有的人已经开始捅娄子了。1号船迅梅海贼团，首先从身份上来说，犬心菜和山治的背景差不多，都是一国王子，而且当王子期间都经历过苦难，只不过有一点不一样，卡文迪许因为太受欢迎而被流放时，当时身边仅仅有74名手下和5亿贝利生活费，他评价自己的人生跌入了谷底。目前卡文迪许在搞些什么还不清楚，但一点都不怀疑他搞事的能力，毕竟在流放隆美尔王国的时候，就因为第2人格血洗死地，喜提隆美尔的莲佑这么酷的称号，
被迫当了海贼，以2.8亿的悬赏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超新星。2号船巴托俱乐部，巴托在草帽一伙面前看起来是个逗逼，但巴托出海前是混黑道的，在家乡东海可是150个镇子的老大，在对付路飞的敌人的时候，动不动就要嘎舌头，就可见巴托不是好惹的。在偶像光环下，作为150个镇子的大哥的巴托，居然兢兢业业干起了销售。不得不说，巴托的 KPI 绝对是销冠级别，在红发的地盘上烧了红发的海贼旗，接受了当地的投降，挂上草帽团的标志，然后强行让一个镇子的人都购买路飞前辈的徽章。当时巴托和红发都很久没有在主线出现过的时候，有传言说红发带人去揍巴托了。不过现在看来，红发倒是知道这个事儿，但暂时并不打算找巴托算账。3号船八宝水军，老蔡的背景也足够显赫，八宝水军之前还有1到7宝水军，所以老蔡家相当于诸侯级别，而且家族还有兵之大陆下的大金库。在得岛之后，老蔡因为有了 Baby Five， 回国就把跟2宝水军的联姻给取消了。虽然被2宝水军栋梁给暴打了一顿，但老蔡和 Baby Five 的婚约还是照常举行。继承了家族栋梁和奥义的老蔡，兵之大陆近在眼前，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了人生巅峰。当然 Baby Five 是负债的负。而老蔡之后干的最牛逼的事情，还是在世界会议上用无上大脚后跟和小人族的雷欧爆 K 了天龙人的头。上一个这么酣畅淋漓的还是路飞，被路飞打的那个天龙人也是他。果然小弟们随大哥，不愧是草帽大船团的人。4号船 3X 格斗联合，破坏炮艾迪欧是个长手族，搭档布鲁基利是个长腿族，还有帮过路飞的2个逗逼赏金猎人小弟。目前就这4个人。他们在得岛之后的冒险比较搞笑，他们起初都不是海贼，出海的船还是奥隆布斯给的，然后半道遇到了一伙长手族和一伙长腿族互殴，他们4个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上去就干，把两边的人都给打了。原来这是长手族和长腿族持续了1000年的争斗，但是艾迪欧、布鲁基利这哥俩不仅和平相处，甚至还是搭档。艾迪欧他们下手太重，把船都给打坏了。赏金猎人小弟提议用没坏的零件再拼一艘船，就这样那些打架的长手族和长腿族被迫营业，而且都是2分组混搭干活，一帮人气呼呼的合作。2个族群的老大还在后面吵，本来以为艾迪欧收了这帮小弟就完了，结果他嫌太麻烦了就不管了，修完船干脆就走了，留这帮人在孤岛自生自灭。艾迪欧他们也正式出道，仔细看船上还有一大堆财宝，他们4个可以的，把人打了一顿，让他们修船干活，临走时把人扔岛上，自己卷钱跑了，是当海贼的料。5号船东塔塔海贼团，小人族不仅是在对付明哥的时候发挥了作用，还帮助德岛重建，深受居民和国王的喜爱，所以德岛人送给了他们非常有意义的一艘船。小人族在世界会议期间还担任了利库王的贴身侍卫，在老蔡打天龙人的时候，小人族船长雷欧也参与了。当然小弟惹事儿，大哥买单，路飞今后怕是闲不下来了。6号船新巨兵海贼团，由海尔丁为首的5名巨人族战士组成，原本是巴基雇佣兵公司的招牌，结果因为神之信仰，海尔丁直接在巴基那里辞职，倒戈草帽团了。海尔丁背后是埃尔巴夫，是海贼世界最强的国家，也是大妈心心念念的种族，拥有巨人族的帮助，那势力上必然增强一大截。恰好这一路上，草帽团，准确的说是乌索普跟巨人族混得很不错。7号船约塔玛利亚大船团，草帽大船团一共5640人，奥隆布斯的舰队就占了4300人。毕竟奥隆布斯是专业提督出身，他是一个叫斯坦丁王国的冒险家。在草帽大船团成立后，奥隆布斯就向自己的国王递交了辞呈，国王怒不可遏。话说虽然奥隆布斯是一个能助飞索隆的猛男，但他的卧室居然打扫得如此精致。没错，奥隆布斯是个有洁癖、非常细致，以分钟的精度来执行计划的船长。船员卫生不合格就会被严厉教训，比如11点准时转航当海贼起航，带着原本属于国王的4300人和56艘船溜了。奥隆布斯含泪告别，国王下令开炮狂轰。下午3点制定海贼行动计划，下午4点发动转航当海贼的第一场战斗，4点半占领城镇。结果没想到这个城镇意外贫困，奥隆布斯却倾囊相助，留下了很多物资就走了。下午5点，在小镇人民的欢送下，作为海贼的一天结束。不得不说，这确实也是草帽团经常能干出来的事儿。草帽大船团这又是招惹四皇，又是暴打天龙人。路飞真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不过路飞应该不会觉得自己摊上事儿了，毕竟这些事儿大哥可早就都干过了。海贼王里那些可爱的小设计，草帽一伙还有一些人都有各自的 Q 版头像，一般是在行动中便于展示他们的位置的时候用的。在地图中突然出现这种头像，就感觉还挺可爱的。早在空岛的时候，路飞、索隆、乔巴、罗宾需要笔直的往南走的时候就用过。这画的标题名为各自的南方。然后在司法岛撤离阶段，这里乌索普的头像是横过来的，因为当时索隆山治正抬着乌索普撤离。可恶，这种地方也这么细节了吗？然后顶上战争也有很多这种设计。到了德岛，这种设计堪称用的炉火纯青了。有新的人进入战场，也会加入新的头像。另外，他们的头像也会随着装扮的变化而变化。索隆的表情风格一般是这种很正经的，而罗宾通常都是笑得很乖的表情。每个人还不大一样。在和之国，这种小设计也频繁出现，当然也有了大和的 Q 版头像，呆呆的。
到了弹头岛，这种爱好更加疯狂，一口气给了草帽团、CP0和战桃丸、炽天使还有贝加朋克的一大堆。然后就是草帽一伙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眼睛形状就会变成对应的东西。路飞的眼睛会变成肉，娜美的眼睛会变成贝利，山治的眼睛会变成心。乔巴和路飞也能，只不过乔巴是爱上了一只母鹿，而路飞依然是因为肉。路飞、乔巴、乌索普、弗兰奇，他们4个看到帅的东西，眼睛就会变成不灵不灵的。在这之上，路飞的肉还能冒热气，娜美的钱还能像老虎机一样滚动，山治的星星眼还会砰砰跳。至于索隆、慎平和罗宾，很少有这种设计，也许也就他仨的性格比较稳重吧。哦，还有个布鲁克，好吧，布鲁克连眼睛都没有。当然，罗宾身上怎么能没有可爱的设计？罗宾的想象画面就非常奇特。熊在提到自己是肉球果实的时候，罗宾想到的是猫的肉垫。路飞和罗宾是能力者，不能过河的时候，罗宾想出了一幅索隆、乌索普驮着他俩过河的画面。路飞把德雷斯罗萨说成德雷斯罗婆的时候，罗宾想到的是穿着连衣裙的老太婆。之后在乌索普讲述路飞怎么偷取路标历史正文，然后悄咪咪的到达拉夫德鲁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想象画风。看来乌索普是继承了罗宾的真传。然后就是梅利号和桑尼号是能有表情的，也许是因为有传灵的关系，这2艘船都有灵性。从空岛掉下来的时候，梅利号和伙伴一样露出了惊恐的表情，眼珠还弹出来了。路飞和乌索普打架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是海水，但还是能感觉到梅利号哭了。后来桑尼号在去渔人岛的途中也做出了惊慌逃窜的表情，并且还能根据各种情况做出无语或者晕了等表情，很可爱。很多人会因为各种原因变小，越看越可爱的那种。最开始是路飞因为3档漏气后体型会变得很小，不过2年后路飞3档就没这副作用了，但还有别的办法。剧场版里的倒退果实把娜美和乔巴变小了，罗宾重返18岁，布鲁克也年轻了12岁，结果都说没看出来。乔巴因为超级兰波球的副作用也变得很小，但其实他是变成了一个小宝宝样子的老头。波妮靠能力也能变成古灵精怪的小孩。然后是飞叶的设计，飞叶故事大概分为故事、其他人物特辑、草帽一伙特辑3类，在这里面会记录一些那些暂时下线的人遇到的奇特冒险，连成一篇一篇的小故事。草帽一伙还有其他人也经常以单章的形式出现在上面，虽然有些和主线没太大关系，但是因为主要是展示的是日常，所以感觉还是挺好玩的。人类化后的动物，海贼王里除了有各种奇珍异兽，还有毛皮族，他们具有动物的习性，像是猫腹蛇老大依然抵挡不住逗猫棒的挑逗，狗类毛皮族独爱布鲁克，加洛特的各种用品都有胡萝卜图案。贝波很怕热，所以只能靠伙伴们给抬出去。他们也有人类的特征，直立行走，会说话，甚至会功夫。而乔巴虽然不是毛皮族，他就是纯动物，但是卡了个 bug， 吃了人人果实老百姓形态也能变成类似的。感觉最可爱的那就不得不说279集到283集这5集片尾的海贼小剧场了。这5集分别是乔巴超人、草帽一伙接受采访、草帽一伙变大婶、草帽一伙变黑帮争老大、草帽一伙变怪物。由于画风和语气过于可爱，剧情过于离谱，不得不说乍一看真的是比正片还好看系列。路飞关注的重点总是很清奇，路飞会对很多跑偏的东西非常好奇，所以路飞的关注点乍一看总是很奇特，但仔细一想好像确实也是那么回事儿。在克尔西亚村的时候，阿健大叔和老鼠上校还有一批海军朝着路飞迎面走来，路飞露出很震惊的表情，本以为路飞是慌了，毕竟自己是海贼嘛。结果路飞的惊讶不是因为海军，也不是因为阿健满脸的伤疤，而是被阿健大叔头上的风车给帅到了，并且夸赞阿健是帅哥。路飞对帅哥的认知真是独特，不过也是一个人头上有个风车，这怎么能不酷呢？在香波地群岛，罗和路飞第一次见面，当时还是罗主动搭话说海军来了，但相比于罗，路飞更在意那只熊是怎么回事。之后罗宾跟路飞说这人是特拉法尔加罗，是个海贼，结果路飞依然没在意罗，路飞反而问那只熊也是海贼吗？想必此时罗内心是很懵逼的，我这么酷的说了一大堆台词儿，结果这个沙雕都没看我一眼。2年后路飞和罗冰火岛相遇，这一次路飞终于在乎罗了，但是对罗表达了感谢后，立刻又问那只会说话的熊呢？能让路飞如此印象深刻2年的东西真不多。也许多年之后一提特拉法尔加罗，路飞得想半天是谁，但你要说身边有只熊的男人，路飞绝对秒想起来。因为这种事儿不是没发生过，在帮助路飞回忆马尔科的时候，伙伴们有说不死鸟果实的，有说白胡子身边一番队队长的，这些都不好使，只有罗宾完美拿捏了路飞奇特的关注点，一句长得像菠萝的那个，路飞直接秒想起来。在冰火岛，路飞罗一会儿被凯撒关起来的时候，凯撒拿着罗的心脏折磨罗，路飞一开始还很担心，但后来看罗没什么大事儿，路飞的重点就跑偏了，路飞甚至开始赞叹起，哇你好牛逼，没有心脏都能活，罗当场去世。路飞遇到珍贵物种的时候，他的关注重点往往也很莫名其妙，他会好奇人家会不会拉屎，并且会直接问对方。在遇到布鲁克的时候，遇到人鱼凯米的时候，甚至2年后遇到夏利夫人的时候，路飞都当面问了他们会不会拉屎。愚人岛霍迪琼斯公开向草帽一伙宣战，路飞全程严肃脸，还以为他准备正经对待此事，结果路飞最后居然很开心，因为霍迪的话估计路飞是一句没听进去，他的关注点是霍迪手上自己4亿版本的悬赏令，高兴自己的赏金又涨了。
在德岛竞技场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工作人员把这些高手一一介绍完。路飞的关注点显然又没在正经事儿上，而是问工作人员管不管饭。到了佐屋，毛皮族跟草帽一伙讲述了四皇凯多的部下旱灾杰克是如何入侵佐屋的来龙去脉。听完后，估计路飞什么四皇什么入侵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因为路飞对杰克是只猛犸象更感兴趣。还有革命军的新闻登上报纸后，路飞拿到报纸，显然对龙并没有反应，而是直接把视线集中在哥哥萨博的照片上。很久之后，路飞才注意到旁边有个叫龙的人就是自己的爹。娜美很疑惑，路飞不应该对自己神秘的老爹龙有点好奇吗？毕竟在水之都的时候，路飞也知道了自己父亲是世界头号罪犯，罗宾2年期间也受其照顾。看来路飞还真不是对龙没有兴趣，他甚至是直接差点忘了龙是自己的爹，因为路飞觉得自己长得并不像龙，转而又担心萨博去了。龙此刻想说，真是笑死我了。在蛋糕岛，路飞被击，双方谈判。单平一开始问路飞，凭你的直觉，这家伙能不能合作？此时房间里的氛围还是剑拔弩张的，路飞瞪着眼睛，还以为他在认真思考单平的问题，结果这么长时间，他其实一直在努力确认那个显眼包是不是凯撒。最后路飞本来认对了，然后又被凯撒忽悠错了，然后又被娜美提醒对了。路飞一些奇特的重点还在一些认知上。在渔人岛，单平和路飞老是因为作战计划发生分歧，单平很崩溃。后来知道，原来路飞是不想当英雄，因为英雄要把肉去普度众生，而海贼是拿肉来开宴会的。单平真懵了，原来路飞的点在这儿啊！单平直接就说，那肉给你，你听我的。然后路飞就同意了。所以路飞关注重点的风格一向如此，老是整出一些莫名其妙但还确实有点意思的点。海贼王里男性大佬年轻时的样子，海贼王里现在的丑老太婆年轻时10之8九都是大美女，完全不是一个版本，也算一大恶趣味。而很多男性角色的变化也很大，只不过男女变化的画风还是很不一样的。由贝加朋克领导的麦子团队，年轻时的加治、奎因、凯撒都在其中，但是看到他们年轻时的样子，乍一看竟然有些懵逼。哎，哥们儿，你谁呀？年轻时的加治堪称杀马特起源，而且身材居然瘦得如此单薄。还有加治的眉毛是这样的，相比于圈圈眉，更像是尼卡路飞同款。这个精神小伙居然是凯撒，这个柔顺的妹妹头发型也是很销魂了。奎因当年的身材还很健美，不得不承认瘦奎因还是很迷人的。不过被绿牛抽脂后也不是这个版本啊，只能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还有这帮人的气质，要说是搞科研的，宁愿相信他们是五杀摇滚乐队。七武海年轻的时候，莫利亚当年的身材也很有型，脸是脸，脖子是脖子的，现在已经合二为一了。当年的肌肉线条也是99归1。不过七武海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明哥年轻的时候是个超赛，身材和气质都是模特水准，这些年保持的不错。虽然现在发型不如当年精神了，但其他方面反而更精神了。鹰眼是年纪越大越有气质，年轻的时候也很帅，脸上甚至略带一些青涩。熊年轻的时候也更有型，而且头上一双熊耳朵居然觉得很萌。单平的变化算是比较小的，除了发型发色有变化，还有就是年轻时下巴上的胡子还不是现在的一小团。老沙把老沙归为男性，目前还是很心虚的，因为除了有童年照，他中间这几十年的长相总是缺失的，老是神秘的给人一个背影。不过不得不说，老沙的发质是一如既往的好。白胡子年轻的时候一头浓密的金发还是很帅的，在和之国的时候，白胡子那会儿42岁，老年白胡子总是用头巾完全包住他的头发，原来白胡子头巾下面居然把发型弄成了和他的胡子一样的造型，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脱发的困扰。凯多年轻的时候，凯老师年轻的时候还挺帅，不仅有点温柔，那个自信的笑容像是称王的气质，而且那会儿身材还很匀称。很多人变老都是因为身材走样，凯多不一样，看得出来凯多一直坚持锻炼，但显然是健身不练腿，喝酒站不稳的下场。海军里面，这是卡普、战国、贺年轻的时候，那会儿应该还是当新兵的阶段，非常年轻，意气风发。联手罗杰击败洛克斯海贼团的时候，卡普40岁，打败首领青椒的时候48岁，那会儿卡普的两鬓还没有变白，50岁之后就是白鬓的阶段。战国的爆炸头从小到大一直都没变过，贺中将应该是海贼王里极少数正常衰老的美女了。青雉19岁加入海军，一开始他们的教官是泽法，然后拜师卡普的时候应该才20岁左右，有点上的感觉。那会儿他还不会霸气。艾特沃尔海战，青雉22岁，跟在卡普身后，已经是忠实粉丝了。奥哈拉事件时，青雉27岁，已经是中将了。赤犬23岁加入海军，那个时候赤犬穿着红色半袖衬衫，背后还背着一把刀。奥哈拉事件时，赤犬33岁，已经是中将了。黄猿加入海军比较晚，加入时已经26岁了。在和贝加朋克的回忆里，那会儿的黄猿显然还不是二舅，而是温柔的大哥哥。战逃完还是个小孩。黄猿一开始长得并不老，戴着一顶针织帽，还挺酷的。艾特沃尔海战前夕，31岁的黄猿出现，他怎么老了这么多？到了46岁中将时期，讨伐太阳海贼团的时候，黄猿就已经是60岁的脸了。难道是闪闪果实的缘故，导致黄猿后面长得太着急了点？罗杰海贼团里面，库洛卡斯的变化不是很大，只能说船一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年轻。雷利年轻的时候气质很无敌，一头金发，一副圆形眼镜，胡子很有特色。
让他看起来既沉稳又显得不像是个好惹的人物。罗杰刚出海的时候也是很有少年感，虽然青涩但很清爽，起码那会儿还没有留起那2撇很像胡子的鼻毛。海贼王大佬们首次登场时的奇怪癖好，大佬们在战场上往往给人一种正经的压迫感，不过很多强者往往也有着奇奇怪怪的作风，在他们第一次登场的时候就给人感觉这个大佬很会整活。雷利首次登场是在巴基的回忆里，但后面正式登场的时候是被关在牢笼里，手上戴着手铐，再配上罗杰海贼团副船长的字幕，顿时感觉这老爷子在搞什么操作呀。在小小的释放了霸王色救了凯米后，雷利不慌不忙的喝酒，还坦言自己最喜欢年轻姑娘。雷利倒还挺坦诚，老爷子喜欢赌博，没钱了就用出自己把自己卖给人贩子的牛逼操作，还顺带能敲诈买家一笔。不得不说雷利这还挺会玩。白胡子登场的时候，身边有几个穿着豹纹长筒靴、粉红连衣裙的性感护士，他们是专门照顾白胡子的护士团，而且是白胡子让他们这样穿的。原来强如白胡子也好这一口。当有人问到这些护士为什么不见了的时候，尾田居然还正经的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顶上战争之前，白胡子已经做好了死战的准备，解散了美女医疗队。白胡子一直有这个爱好，也难怪豹纹穿搭的妹斯巴金一直碰瓷儿自己年轻时是白胡子的情人了。麦哲伦首次登场的时候，一只手捂着肚子，整个人像是虚脱了一样，并说到又经历了一场恶战，坦言更想待在黑暗的房间里，因为他一天10个小时都在厕所，常年如此习以为常。麦大狱长这是拉肚子拉到自闭了，不光是喜欢吃有剧毒的东西，作为毒人自然连呼吸也有毒，基本上吃进去的东西都是毒。卡普登场的时候，老爷子当时已经5天没睡觉了，部下以为卡普任务繁忙非常辛苦，结果卡普说他一直在吃甜甜圈，就为了刷新吃甜甜圈的记录，在不眠不休吃了842个后，刚想眯一会儿就被蒙卡大佐一斧子砍翻在地，也成就了蒙卡父皇之名。红发现在在大海上自然是没人轻易敢惹的大佬，当然他通常靠面子平事儿，绝不打没意义的架，这也导致红发首次登场的时候可没咋有面子，上来就被山贼王干了一顿。山贼王表示别闹，这样有面子的人我已经杀了56个了，这才叫有面子。凯多登场，凯多的剪影早在2年前就出现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凯多长得还是相当草率随机的。得岛之后，根据阿普的情报，在基德一伙准备再战红发的时候，凯多正式登场，不过他是以自杀的方式到达，1米空岛头朝下自由落体跳楼。大佬有很多方式证明自己强大，凯多这种还是前所未有的很。海军大将们的首次登场都比较神秘奇怪，不会直接给到正脸，青雉给了一个轮廓，在海上一边骑自行车一边看路飞的悬赏令，但显然他没请假就出来了，急得吴老星到处找人，然后就是在长链岛上站着睡觉，和草帽一伙制造偶遇。黄猿首次登场也没有直接露脸，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答应给战国平事去，之后踩着炮弹登岛也是很飘逸，结果救生员把草帽团全放跑，超新星一个没抓。藤虎首次登场也是很神秘，帮小女孩拉回了飘走的气球，很暖。不过藤虎在得岛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偶遇了索隆，然后向其问路的经典沙雕场面，之后在赌场里继续深藏功与名，因此还被一个很像嘉智的人薅了头发。绿牛首次登场也是一个黑影，说自己3年没吃饭，有小姐姐喂他兴许会吃。大将的登场画风果然都不咋正经，之后绿牛的出行方式也是大将一如既往的另类风格。七武海里面明哥的首次登场相当炸裂，豆豆鞋紧身裤粉红皮草小墨镜非常的精神，再加上六亲不认的步伐，这气质力压全场，甚至都感觉后面跟着的熊是明哥小弟了。鹰眼首次登场，鹰眼算是登场很早的一个大佬了，仔细一看喜欢坐棺材出海也是很牛逼了，当时从伟大航路一路追杀克里克海贼团到东海，把一团人打得跟逃荒似的，劈了他们的最后一艘船才善罢甘休。还以为鹰眼的脾气很暴，结果鹰眼最大的兴趣就在家和狒狒一起种地，做点饭喝点酒的平淡生活，不会轻易发这么大脾气。克里克到底干了什么才把这么一个人给惹急了的？海贼王高端局里的那些演员，由于海贼世界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充斥着大量关系户，演员也就应运而生，而且往往出现在高端局中。当你发现他们在演的时候，战局其实已经发生了逆转。海贼演员千万，顶上战争占一半。首先是世界第一大剑豪鹰眼，鹰眼如今赏金35.9亿，堪比4皇级别。七武海时期是冻结状态，但必然也不低。顶上战争路飞赏金才3亿，鹰眼杀路飞10遍也轻轻松松，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黄猿是只打不追，鹰眼是只追不打，哐哐一顿技能全都秒边。索隆懵了，不是东海那会儿鹰眼你可不是这操作呀，那一刀刀的可都是皮开肉绽。索隆表示，鹰眼大哥你人长得刚正不阿，这刀还真懂人情世故啊，八嘎子。更懵的是赤犬，好家伙，鹰眼你顶上战争的时候在哪儿找的戏搭子？技能全空我就不说了，战后把草帽小子的副手当徒弟给收了，怎么嫌我身上的伤还不够多，还是感觉自己演的也过分了，开始借刀杀人了是吧？可惜我身上的皮可没有凯多硬啊，八嘎子。然后是青雉，青雉的演技高级在当时并不觉得他很演，事后才发现就青雉最会演，躲白胡子附带霸气的一刀，能靠见闻色提前元素化，遇到马尔科的时候在感知到的情况下却被一脚踢飞。青雉表示，蜂巢岛你们是知道的，顶上战争那会儿卡普就在我身后，
挨小马的一脚还是挨卡普的一拳，孰轻孰重我还是知道的。在长链岛，青雉能瞬间把周围海域冻结一周，在顶上战争，这冰层扑出去有100米没就停了，好像还推了潜水艇一下。着急追杀的赤犬看到这一幕彻底呆了，不是青雉你在搞毛啊？是看着带走路飞的潜水艇跑得太慢了是吧？怕我抓到他们是吧？然后你就推了他们一把是吧？看来大家说的没错，你还真是最温暖的人，吃了最冰冷的果实呀。更让赤犬生气的是，顶上战争青雉一直在掉线重连中，战后征元帅的时候硬是打了10天。赤犬表示当时卡了，现在不卡了是吧？网速不好你还跟我打什么5排晋级赛呀，8哥。然后是黄猿，要说青雉演，起码青雉演的还算小心翼翼，黄猿那就是明着演，变着花样演，撞他自家城墙的诡异开局操作，中途3次把路飞往最安全的地方踢，结尾用大招破开青雉的冰路，用最强见闻色在饱和打击中给路飞安排逃跑路线。赤犬表示，不是你这光速踢咋都变成龟速踢了？一把年纪了，腿抬那么久不累吗？但无须发的大将也开始瞄边了是吧？处刑台上射断路飞手里的钥匙倒也没错，但是钥匙你都能打，那么大一个头为什么不打呢？哦，那张脸是不是让你想起了你革命军的某位挚友啊？8哥。所以黄猿当时想去和之国，赤犬直接制止，后来却同意黄猿跟土星去弹头岛。赤犬心想，和之国你省省吧，别演我。吴老星上回骂我，我可是记仇的，这回让黄猿去演吴老星，好好出一口气。果然黄猿都快把老星给演哭了。然后是战国和卡普甲醛2人组，处刑台上卡普被路飞一拳打翻，战国打路飞的这一拳和打黑胡子团的也不是一个版本。赤犬又郁闷了，不是这怎么还区别对待上了？卡普你后来蜂巢岛打青雉跟打孙子似的，怎么这还被孝孙拳给打翻了呢？你不知道当时你从我背后来势汹汹的时候，我突然都想改名叫蒙奇蒂萨卡斯基了呢，8哥。还有战国，赤犬表示老战国你开大挂机我不说什么，打甲醛我也忍了，怎么战后还推荐网速卡爆的青雉当元帅呢？我是哪里得罪你了吗？奥哈拉的时候咱俩不是一起当坏人的吗？你退休之前倒是当了回老好人，现在我怎么要被迫带着你那一份一起坏下去了，8哥。然后是藤虎，藤虎的理念反正是素素和赤犬不对付。赤犬表示，藤虎你还说什么要看看路飞的脸，一定是一张温柔的脸吧？不是你一个瞎子还要以貌取人了是吧？都怪我的妈妈没有给我生一张温柔可爱的脸呀，8哥。我让你秉公办事，你找人下跪；我让你挽回面子，你怼我在乎面子；我让你干掉路飞，你放跑路飞；我让你别进家门，你去玛丽乔亚，搞得现在连陆琪都敢给我来要军舰了。不过被你怼了这么一波，我倒是感觉我变年轻了，知道为什么吗？咱俩年龄差不多，但谁知道这年纪还能再叛逆期呀，8哥。凯多的技能包让大将老星都略显小丑，有一种感觉，看完鬼岛的战斗，再看弹头岛，仿佛是激情过后的倦怠，总是感觉大将老星的压迫感不够。这么多人加起来，还不如当时凯多一人的压迫感强。就目前凯老师的全套技能包，当之无愧的单挑天花板，最强生物。第一个热身技热吸，嘴炮喷火。低端局虐菜，视觉感很强，高端局不太好用，但也能打出伤害。作为凯多第一个展示的技能，上来就毁灭玉田城，削平了山头。战斗后期也有使用，将5档路飞烧黑。2雷鸣八卦，凯多的招牌技能。前摇和耗魔都没有热吸多，抬手就是一棒。这一招凯多表示，只要是我喊了技能名，大家都会以为我这是大招。结果这玩意儿就是朴实无华的平 A， 霸缠加高速挥击，搭配你要当什么王，伤害和嘲讽效果拔群。3快风，看起来像是好多个卡库在踢蓝角，只不过是高配版，用数道锋刃斩击敌人，不管是地形还是铠甲都可以轻易割开。曾用这招连同菊之城的佩刀和左臂一起斩断。4龙卷风，凯多在龙形态下旋转，制造数个威力强劲的大型龙卷风卷飞敌人。这一招似乎没有太多伤害，但能干扰敌人的走位和行动。5龙卷坏风，在龙卷风的基础上发动坏风，算是2个技能的结合加强版。当时凯多用出龙卷风，索隆被压制，索隆反手一个黑绳大龙卷刮伤凯多。凯多表示是不是要比龙卷风，反手一个龙卷坏风，索隆再次被压制。好家伙，这都开始卷起来了，就怕索隆再反手一个黑绳大龙卷坏风。另外，龙卷坏风不只可以用龙形态打出，也可以用八斋戒打出。直到后面，凯多依然记得路飞怕斩击，曾用这招将5档路飞浑身割伤。6霸海，凯多大妈双四皇的强力合体技。索隆用全力挡下一瞬之间，这一招究竟有多猛？有哪位悍将可以完全阻挡这一击，还未尝可知。应该是目前海贼王里最强的单体伤害。7降三式引奈落，5大冥王命名招式之一。没错，这一棒又把路飞给敲白眼了，同时也把路飞给砸开窍了，顿悟霸缠的一棒。凯多先是腾空而起，抡动旋转手中的大棒，积蓄强大力量，然后一棒下去，霸缠可成。这一招凯多后面也用过，把尼卡路飞的头给打穿天花板。8金刚笛，5大冥王命名招式之一。这个技能是大河的技能，鸣笛的轻跌版。凯多挥棒打出一波强力的棒气，攻击距离较长。
大河的一招鸣笛被凯多单手轻松挡住，凯多反手回击的亲爹板直接把大河打飞，撞进地板，差距可见。9军徒力龙圣军，5大冥王命名招式之一，堪称是8斋戒加特林。路飞先是用了一招橡胶怪鸟枪乱打攻击凯多，凯老师最不怕的就跟人卷了，跟索隆卷龙卷风，跟路飞卷加特林。9龙八卦，准确的说，这不是一个技能，而是一种状态。凯多进入醉酒状态，体术霸气都有提升，性格上时而开朗活泼，时而多愁善感，时而易怒暴躁，会有醉拳的姿态，每一招都在路飞的意料之外。但凯老师明显变得更强了，倒是把路飞给整郁闷了。11酒后轮雷引奈落，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但是是处在9龙八卦的醉酒状态。要比普通的引奈落更强，一棒将路飞砸进地面，砸得路飞血流满面。12刨雷八卦，这一招属于雷鸣八卦的强化版。而且处在凯多醉酒状态下，威力很强。第一次是直接把路飞能开出的最后一次4档给打白眼了，漏了半节气。紧接着第2次遇到了 CP0 上来干扰战局，一棒又把路飞给敲得晕死过去，也是这一棒直接把路飞给敲果实觉醒了。13大威德雷鸣八卦，5大冥王命名招式之一，这一招是雷鸣八卦更高阶的强化版。路飞先是被一棒打到地上，被橡胶环境弹起，凯多顺势用出这一招。裹挟着大量闪电和霸气，凝缩到极致的闪电有如核爆，攻击到对手会产生巨大范围的蘑菇云。尼卡路飞双拳附着武装色进行抵挡，依然没有挡住，被一棒打晕，牙齿被打掉。14火龙大巨升龙火焰八卦，凯多变成被火焰包裹的巨龙。路飞那个堪比鬼岛的拳头就已经够大了，凯多这个体型甚至比路飞的拳头还要大。火龙大巨的头部缠绕霸王色霸气，以强大的冲击力冲击对手，撞击时会产生剧烈的爆炸效果。除了这些凯多的技能包，5大冥王凯多出了4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不动冥王没出，这是没来得及用出来，还是看路飞已经大成，凯老师到点下课。不管怎么样，凯老师真的让人哭死。鬼岛一战，凯多打4档路飞轻轻松松不用说了，就算面对尼卡路飞也能让其狼狈。但是到了弹头岛，大将老星加起来被5档路飞拍成酱香饼，感觉还不如凯多一棒的威慑力大。虽然鬼岛已成历史，但凯老师的含金量还在上升。海贼王里的0到 N 刀流，俗话说1寸长1寸强，作为剑士，那每多一把刀是不是也会强上1分呢？虽然倒也未必，但海贼王里对多刀流似乎有一种执念，因为细数一下多刀流剑士，发现从0到 N 还真的都全。首先是0刀流，也就是无刀流，由索隆开创，心中亦有刀剑，万物皆可化刃，无需名刀，只需双手握拳，双拳化刀，卷起一股强大的气流，卷飞敌人。2年前是普通版本，2年后升级为双拳附着武装色，威力更加强大。然后是1到3刀流，索隆自然也是在这个名单中。1刀流大有人在，毕竟是最主流的一派，而且世界第一大剑豪鹰眼、红发香克斯、海贼王罗杰、王父雷利等等，这些大海上顶尖的强者大多都是，只不过鹰眼还有一把挂脖小刀，在这里面属于是嘲讽拉满。2刀流里面也不乏有顶级剑士，天宇羽斩和炎魔的原主人光月玉田，使用2把西洋刀的花剑比斯塔，拥有鹰石和木窟2把名刀的金狮子等等。到3刀流的话，就属于是另类了，毕竟索隆的用刀方式足够特殊，嘴里还要咬一把刀，光是这种咬合力，一般人也是模仿不来。但会用3刀流的可不止索隆，还有鹰眼家门口的那帮狒狒。狒狒能够模仿人类的剑技，所以没过多久，狒狒就学会了索隆的技能永鬼永爪和龙卷风，而且还学得有模有样。索隆表示，他说的可都是我的词儿啊，这着实让索隆有点子慌。4刀流卡库，这是卡库自己发明的，标准版的卡库就是2刀流，不过卡库最精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蓝角，双手用刀的时候也能同时用出60蓝角，仿佛是4刀利刃向敌人发动攻击，所以卡库自称这是4刀流。多1刀流未必会比少1刀流强，但长颈鹿形态下的卡库这一波是真的搞笑。5刀流还是索隆，脑洞大开的路飞想把索隆从3刀流改造成5刀流，路飞觉得这样会更帅更强，所以路飞、乔巴、乌索普、欢乐3人组纷纷提出改造方案。首先是乔巴设计的5刀流，这样的话确实是身上有5把刀，但也迎来了索隆的吐槽，这样似乎只能原地输出，不够灵活。然后是乌索普的设计方案，在3刀流的基础上，头上又绑了2把刀。我操，别说乌索普就是靠谱，这乍一看还挺合理的，看起来很强，实在不行还能拿头顶人。最后是路飞的设计方案，索隆直接是嘴里咬3把，胳膊上扛2把，还非常贴心的给索隆装了弗兰奇制造的履带。索隆空出来的2只手只需要握拳冲锋就可以。好家伙，5把刀2只手，硬是1把刀没往手里拿是吧？这么奇葩的设计，也只有路飞的脑回路能想出来。横冲直撞的5刀流机器人索隆，这非常的路飞。6刀流小巴，一般章鱼是有8只触手，只因为小巴是章鱼鱼人，所以下半身分掉了2条腿，剩下的6只手就是6刀流。6刀流的小巴，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伏笔，就是小巴用6刀流的时候说过，他是鱼人岛上除了一个人之外最强的剑士。
而那个后来登场的愚人岛最强剑士就是八刀流的暴藏了。小八说这句话的时候是84话，暴藏登场是610话，跨越500多话的伏笔，真的牛逼。比小八多2刀是由于暴藏是章鱼人鱼，下半身6只触手外加2只手可以使用八刀流，但不管是6刀流还是八刀流，这俩愚人岛第1、第2强的剑士都是败于索隆的3刀流之下。7刀流和8刀流，屠魔令5中将之一的鬼蜘蛛，这哥们儿长得很凶，做事凶狠麻利，让人印象挺深刻的。而他最拿手的就是用生命归还控制头发，变换出很多灵活的触手。鬼蜘蛛标配版也是双刀流，但通过生命归还可以变成8刀流。不过这样看的话，它也不限于8刀流，可以是7刀流，也可以是6刀流，只要是头发足够多，还可以支配更多把刀。所以鬼蜘蛛最怕的应该就是自己哪天头秃了。9刀流还是索隆，受尽苦难而不厌，此乃修罗之道，杀气置换，超越极限的一招。目前索隆的9刀流有4款，分别是遗物银、魔九闪、穿威和拔剑王者系。虽然不多，但9刀流依然是现在索隆最强的技能之一。至于这4个哪个最强，根据索隆以往名字越长技能越强的规律，自然是13个字的鬼泣9刀流阿修罗拔剑王者系。另外，阎王3刀龙130情飞龙市集和3刀流奥义1大3000大千世界都是13个字。10刀流百击克洛，克洛的武器叫10刃猫爪，由于刀片的长度近似于刀剑，可以看作是特殊的10刀流。配合无声部，在 SBS 里表示这个招式和64T 不相上下，然后进行无差别斩杀。N 刀流千手克利架，正如他的绰号千手，克利架可以给饼干士兵复制出多只手臂，而且克利架能做出大量这种饼干士兵，并给他们复制出自己的名剑椒盐卷饼。双拳难敌4手，这就是千手克利架的 N 刀流。只不过前摇太长，遇到强的直接被秒。目前来看，还是索隆的5刀流最强，3种形态自由切换。乔巴款主打防御，乌索普款主打攻击，路飞款主打速度，再配合一句骂人的3刀流，谁见了能不怕？路飞结交的女生们对路飞不同的感情。路飞虽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当海贼王，但路飞这一路上结交的女生还真不少，可谓是艳福不浅。要说这些女生对路飞没有一点特别的感情，那是不可能的。首先是打持球的女帝，女帝对路飞的爱搞的是人尽皆知的那种，女帝的究极恋爱脑也是没治了。路飞叫一声女帝的名字，女帝直接娇羞脸红，路飞稍微关心一下，女帝就认为是求婚，路飞抱一下那更不得了，直接秒杀女帝。女帝脑子里就是一个小剧场，当知道路飞身边还有别的女生的时候，女帝就开始吃醋加脑补，什么出轨、外遇、被抛弃就开始代入了，尽管八字还没一撇呢。不过女帝确实也挺适合结婚的，因为在女帝的结婚小剧场里，女帝为了表达爱意，非要亲手给路飞准备吃的，对和路飞的新婚生活充满了热情。还有女帝的眼里有一种滤镜，而且仅限于路飞，不管多滑稽都是最帅的，这就是爱情的魔力。而且女帝的炽天使也会情不自禁地爱上路飞，原来女帝对路飞的爱是刻在基因里的，不管刷新多少次，爱的还是你，真的有点子浪漫了。女帝的爱是一种偏爱，女帝上一秒对路飞情意绵绵，下一秒就可以对别人极度冷漠。盛平早就体会过了，他只是浅浅的吃了给路飞的一个梨，就被女帝吓得差点成为第一个被梨噎死的齐武海。然后是女帝最大的威胁娜美，娜美最大的优势就是和路飞相处的时间更长，羁绊更深厚，比如路飞的帽子都是娜美给缝补的，娜美无助的时候也是非常自然的抱了路飞。在娜美的心里，路飞是一个依靠，娜美也是可以为路飞抛弃一切的存在。不过显然在感觉上，娜美和女帝的那种直接表达的爱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娜美对路飞的感情可以说是在友情之上，但里面有没有爱情就不好说了，这个界限本来就挺模糊的。还有就是路飞的态度显然也很重要，对于女帝的爱情，路飞都是直接拒绝的。路飞对娜美的关心是倾其所有的，当然以路飞的性格，他也是把娜美当伙伴对待的，只不过给人的感觉上是情投意合的。娜美也适合结婚，但和女帝又不一样。如果在女帝身边，路飞每天会开心放纵，大手大脚；如果在娜美身边，路飞每天会幸福平淡的过日子，就看是向往哪种生活了，其实都挺好的。然后玛格丽特对路飞的感情，作为女儿岛第一批和路飞有接触的女生，当然路飞也是玛格丽特接触的第一个男生，好奇的新鲜感加上两人有一些身体接触，感觉玛格丽特对路飞还是有一些暗恋情愫的。毕竟玛格丽特还曾想杀掉路飞，以免自己不受控制的爱上路飞。这种情窦初开的感情埋藏得很深，多少带点躲躲藏藏的卑微，可以说是陷入了内耗。再加上后来女帝犹如洪水猛兽般的爱意，玛格丽特也只好不再表露更多的感情。在送别路飞的时候，玛格丽特却显得很不舍。明明没有相处很久的时间，仅仅是感谢路飞的救命之恩吗？好像还有更微妙的感情。罗宾对路飞的感情看起来要比上面的单纯多了，就是互相信任的伙伴关系。可能是因为路飞足够童真欢脱，而罗宾又足够成熟优雅，有时候罗宾会像一个温柔体贴的姐姐一样对待路飞，没有其他想法的那种温柔，这种感情也是非常美好的。雷九对路飞的感情和罗宾一样，虽然都是姐姐气质，但不一样的是，罗宾是自家姐姐，而雷九像是隔壁的姐姐，还是那种上来就作你一顿的姐姐。路飞从小到大有没有被谁给亲过不知道，反正荧幕初吻算是被雷九给夺走了。女帝要是知道了，非得和加尔玛开战不可。当然在雷九的眼里没有别的，路飞当时就单纯是一顿好吃的大餐而已。这种不带任何感情把你调戏完就走的姐姐，想想也是很炸裂的。
后来雷九亲眼见证了山治身边有这样一群可靠的伙伴之后，也是为山治感到欣慰，对路飞表达了信任。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乌塔对路飞的感情，索隆有发小古伊娜，那与之对称的路飞有乌塔，虽然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不过路飞和乌塔之间还是非常单纯的，就像是索隆和古伊娜世界第一大剑豪的约定，路飞和乌塔也约好了用自己的方式创造新时代。孩童时期即便有喜爱之意，那也是简单且纯粹的喜欢。大河对路飞的感情，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毕竟大河都跟着一帮男的跳男澡堂了，都是铁哥们儿。而且要论 CP 的话，大河和艾斯更像一对儿，路飞和大河的话，现在只能停留在准伙伴的关系上了。然后白星公主对路飞的感情，白星对路飞可能是有点喜欢的感觉，因为在世界会议期间，各个王族都向白星推荐自己的王子，请求联姻。面对这些表白，白星妹子确实也挺实诚的，直接说这些都不是她喜欢的类型。但一提到路飞，白星眼里瞬间有了光，春风拂面，谁是白星喜欢的类型就很明显了。蕾贝卡和薇薇自然也是对路飞有好感，但显然蕾贝卡和薇薇还是非常矜持的，并没有表现出对路飞有爱情的那种喜欢，朋友和伙伴的关系更明显。现在路飞又结交了一位公主波妮，要说匹配度上，波妮简直就是女版路飞，能吃爱玩活泼大大咧咧，两人还都能变大变小，甚至能做到尼卡果实共用的效果，就离谱。只不过真实年龄12岁的波妮目前好像对路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只是一对能玩到一起去吃到一起去的好闺蜜更合适。虽然这些女生对路飞的感情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那就是路飞的公主缘是真的猛，路飞的公主收割机名不虚传。黑胡子海贼团11人各自的果实和实力，吃下恶魔果实也许不能保证会变得很强，但有时候确实是简单高效直接提升实力的办法。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黑团全员都拥有果实能力，再加上他们很多人都推进成6层囚犯，实力早已不可小觑。黑团提督黑胡子外加10位船长，11人的主力配置也和最终草帽团的主力配置对得上，迟早会是草帽团的一大劲敌。其中1号船船长舵手巴杰斯，绰号冠军，最早的黑团船员之一，超人系莉莉果实能力者。一直以来，巴杰斯最大的战斗特点就好似一身用不完的巨大蛮力，极度好战且抗揍，手臂可以挥出一股冲击波，威力足以扫塌一片建筑。早在德岛抢夺稍稍果实期间，巴杰斯就展示了自己的力量，曾将一名巨人扔至半空，在预赛中以碾压的姿态获得 A 区冠军。在决赛中，靠着手臂上的装置，以一招波动肘击把一只斗鱼轰飞老远，并把观众席砸出一个大坑，打出了一种天地震颤的感觉。虽然巴杰斯一向是不服就干的风格，但也很阴险，能干出趁路飞虚弱搞偷袭，用萨博没能救艾斯这种话搞萨博的心态这种操作。最终巴杰斯被愤怒的萨博碾压击败。但后来身受重伤的巴杰斯偷渡革命军返航的船来到了革命军总部，是黑团捣毁革命军总部获得其军火的功臣。获得莉莉果实之后，巴杰斯的怪力更加恐怖，可以搬起一座山。作为敌人，巴杰斯这种非常的恶心，但作为黑胡子的干部，这种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既能当战士也能当小人的干部，因此也深得黑胡子的重用。巴杰斯的实力也许不如黑团的个别船员强，但依然是1号船船长。2号船船长溪流，绰号宇之溪流，超人系透明果实能力者，前推进城看守长，性格残暴，常常以屠杀犯人取乐，被麦哲伦给关到了推进城6层，并没收了名刀雷雨。在黑胡子入侵推进城期间，麦哲伦原本还想着让溪流去镇压黑胡子，将功赎罪，结果溪流在拿到佩刀的那一刻，直接秒杀了一群狱警，随后投靠黑胡子，并提供了解药。在蜂巢岛，溪流已经获取了阿布萨罗姆的透明果实，将莫利亚砍伤。后来在卡普登岛时，溪流又企图偷袭科比，其实已经被卡普给察觉了。可见见闻色是能有效针对透明果实的，只不过是卡普主动推开了科比。透明果实的确能在乱战中增加偷袭的成功率，但在强大的见闻色面前，不知道其作用还能发挥多少。不过溪流在当看守长时就和麦哲伦齐名，麦哲伦能放出溪流镇压黑胡子，也可见麦哲伦对其实力的认可。而青雉立场不明确，所以一般都认为溪流才是黑团的2号人物。3号船船长狙击手范奥卡，绰号音乐，最早的黑团船员之一，超人系瞬移果实能力者，眼睛上一直戴着倍镜，手里拿着一把名叫千路的名枪，早在加雅岛就展示了在肉眼难以企及的距离连打3只海鸥的狙击技术。目前范奥卡获得了瞬移果实，可能这种果实本身并不是多么强大，但论功能性，瞬移一定是简单但很实用的能力，尤其是这果实给了一个牛逼的狙击手，能直接把机动性给拉满。当然范奥卡也可以用瞬移果实救人，让范奥卡一向沉着冷静的性格得以充分发挥，你们只管冲，我负责救。4号船船长阿巴罗皮萨罗，绰号恶政王，超人系岛岛果实能力者。恶政王的果实能力挺有意思的，算是民歌团皮卡的实施果实能力的升级版。岛岛果实能力者可以和整座岛屿同化在一起，岛上的一切都可以加以控制，不仅能让岛屿做出任意的姿态，甚至能让岛屿说话和移动。由于本身就是岛屿，所以他也能感受到岛屿上的风吹草动，并能在岛上任何地方出现，这是最牛逼的基地守卫者。但这颗果实也有很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它和岛同化在一起的时候，一旦这个岛受到攻击，其伤害也会反馈给自身，这堪称是一个巨大的活靶子。所以卡普和科比一人给了蜂巢岛一拳，直接把恶政王给锤了个半死。5号船船长航海士拉菲特，绰号魔鬼警长，最早的黑团船员之一。拉菲特曾经做过2件非常蹊跷的事情。
一次是老沙被打败后的七武海会议上，拉菲特悄无声息地潜入了玛丽乔亚，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拉菲特的目的是推荐黑胡子当七武海。第二次是黑团离开推进城的时候，拉菲特用一种催眠手段催眠了狱警，下达的催眠命令是只要是军舰就一律开门。路飞小队第一次是靠小冯开门，而此时他们正好抵达了海军本部一方的正义之门，也赶巧了，所以巴基封神的背后实际上是拉菲特的默默付出。虽然目前还没有给出拉菲特到底是什么能力，但在入侵推进城的时候，拉菲特曾经变出一双白色翅膀，可以飞行。显然这和空岛人那种近乎于装饰的小翅膀不同，拉菲特应该也是果实能力者，可能是动物系。6号船船长卡特琳娜·戴鹏，绰号玄月猎人，动物系全果实幻兽种九尾狐形态，被称为史上最凶恶的女囚犯。她的猎人绰号不仅是因为杀人如麻，她还有一个很变态的癖好，那就是喜欢收集美女的脑袋，所以专门猎杀一些漂亮的女海贼。她腰间佩戴一把西洋剑，看起来也是一名剑士。然而最强大的还是她的九尾狐果实，可以完全模仿其他人的全部特征，包括身高和衣服。曾经变成阿布萨罗姆，连莫利亚也看不出端倪一点。果实能力很像小冯的模仿果实，但九尾狐这个并不需要触摸别人就可以模仿，有些时候会很难处理它。7号船船长圣胡安饿狼，绰号巨大战舰，超人系膨胀果实能力者，也有翻译成巨果实或者大果实。他本身就是巨人族，但他不仅比普通的巨人族还要大。身为古代巨人族的小奥兹也只有38米，运国奥兹也只不过67米，而圣胡安饿狼有180米。尽管身体如此巨大，但2年前他似乎并不是果实能力者，因为他曾经大半个身子都泡在过海里。出现在蜂巢岛的时候，他正躺在岛上睡觉，就仿佛躺在一堆积木玩具里一样。圣胡安饿狼虽然长相很憨厚，有时候呆呆的还有点搞笑，但一点都不影响他因为罪行过于残暴，甚至必须从历史中被抹去的暴虐性格。8号船船长巴斯克乔特，绰号大九，超人系99果实能力者。这个果实除了能满足他喝酒的爱好，似乎还没有展示更多的作用，只知道其中一个能力是可以造出很多酒精泡泡，供人在上面飞行。还有一招名叫9号炉火的技能，通过喝酒来喷射火焰，非常像杂技里的喷火表演。9号船船长传一毒 Q， 最早黑团的船员之一，超人系病果实能力者。看外表可能很难想象，28岁的毒 Q 是黑团最年轻的船员，但却一副最病入膏肓的模样。毒 Q 的果实能力倒是跟他的定位很契合，而且还有比较恶趣味的玩法。之前就用能力性转了罗，该说不说，女版的罗还真的挺性感的。包括他的那只名叫壮壮的马，也是跟他同病相怜的样子，连他的马都吃了幻兽种天马形态果实。黑团对果实能力的狂热已经到了一家人都要整整齐齐的地步。10号船船长库赞，这个就很熟悉了，原海军大将青雉，自然系冰冻果实能力者，实力的话自然也是毋庸置疑。在卡普登陆蜂巢岛时，青雉显然看不上黑团这些干部的实力。青雉现在到底怎么想的，还是很让人迷惑，看起来比较迷茫，但面对卡普的时候又显得没留什么情面。不过感觉青雉应该不至于和黑胡子能有太多共情的地方。然后是黑胡子，各方面也不用多说，目前手握暗暗果实和真正果实，蛰伏30年，然后2年时间从0赏金到22亿4670万，再到现在的39亿9600万，这都堪称是另一个主角了。新仇旧账，路飞和黑胡子终有一战。只不过比较离谱的是，黑胡子居然盯上了女帝的甜甜果实，主要是黑团全员都有果实能力了，黑胡子抢女帝的果实给谁用呢？黑胡子自己用甜甜果实美搂别人，一顿输出，那画面简直了。不用他美搂，但凡看到这个场面的人，想必自己就想石化了。由于黑胡子团总是做出刀口上舔血的事儿，2年前登场没少被人家秒，就有一种这帮人粗糙且不强的感觉。但看下来，黑团实力真的挺强的，而且黑胡子掠夺果实也不是乱抢，他们的果实能力有的并不是多么极品，但都是非常匹配自身的特点，能让他们在战斗中优势最大化。所以这么一个懂得蛰伏、猥琐发育并一招制胜的海贼团，必然是去往拉夫德鲁路上的最难搞的一个拦路虎。海贼王里那些越老越帅的人，通常来说越是年轻越应该是颜值的巅峰期，不过有些人还真是帅的不着急，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质居然会变得比年轻的时候还要有魅力。雷利老爷子就是这种典型代表。年轻时的雷利当然也是很帅很气质的，但当一头金发褪去，衣着不再光鲜，脸上多了皱纹，不再鲜衣怒马的时候，雷利居然看起来比他年轻的时候更有感觉。尤其是雷利从拍卖会场破墙而出的时候非常霸气。现在雷利78岁，破烂的披风，略显潦草的穿搭，依然不能阻挡雷利力压全场的气质。要说雷利年轻的时候主打一个儒雅，那老年雷利身上就多了几分潇洒霸气的感觉，因为多年隐居的关系，还有种世外高人的气息，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慈祥。雷利这种不靠年龄不靠穿搭，甚至越邋遢越帅的气质也是很绝的。然后是耶稣布，耶稣布年轻的时候说实话真的长相气质都挺一般的，别说四皇的大狙击手了，甚至都很路人脸。然后到了风车村时期的时候就好很多了，不只是做发型的原因，还有经历了多年的冒险后的那种沧桑感，反正有点那种犀利的苗头了。然后顶上战争的耶稣布那可是真帅，现在耶稣布47岁，尤其是这一头脏辫，标志性的猩猩披风和挂弹药的大腰带，红发身边最可靠的狙击手的气质一览无余，特别飘逸。看样子乌索普应该随他老爹，也属于越老越帅的那种吧。
红发年轻的时候属于小鲜肉级别，红发也是从小帅到大的那种。不过感觉红发脸太年轻的话，没有现在39岁好看。就比如风车村的时候，身上还有一点点少年感，可能也是那会儿红发看起来太温和的缘故，才被山贼王拍了酒瓶子，远没有后来的那种霸气沉稳的感觉。顶上战争、和之国以及剧场版的红发，那气质就是震慑全场了。看来有些人帅就是帅的一个沧桑感。马尔科也属于这种。小马哥10几岁的时候在白胡子船上当见习船员，那会儿总感觉马尔科面相特别可爱，长得有点搞笑，比现在更像个菠萝。马尔科现在都45岁了，看长相可能没感觉他45，不过马尔科老一下确实比他年轻的时候帅太多了，给白胡子挡技能的时候太惊艳了。要说谁的气质自带一种痞帅的感觉，那必须是马尔科。青雉年轻的时候各方面也很难称得上帅，青雉确实也不算长得很帅的那种，不过那种慵懒的气质加上会穿搭，给他上了大分。青雉当大将时期，某些时刻还是挺有型的。当然青雉最帅的时候还是现在49岁的他，换上更休闲的穿搭后，青雉那种浪子的气质还挺符合他现在迷茫的心态，也多了一种洒脱的感觉。鹰眼当年在罗格镇目睹罗杰处刑的时候才19岁，还是相当青涩的面孔，当然也是一眼帅哥的级别。不过鹰眼也属于年龄越大越有气质的类型，现在43岁的鹰眼不仅没有褪去那种天生的贵族感，还显得更沉稳，更加深不可测了。再加上那一套看起来锋利无比的络腮胡，这妥妥的一个有型帅大叔。尾田老师曾经在 SBS 里出过2套草帽团变老后的样子，一个是走偏的未来，要多丑有多丑，不过看草帽团现在的趋势，应该不至于混成那个样。还有一套就是正常版的，40岁的路飞非常像罗杰，而60岁的路飞简直就是卡普。索隆的40岁和60岁依然非常帅，神态气质非常像雷利。尾田这个对称狂魔可以的。娜美40岁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皮肤依然白嫩，60岁的时候留了清爽的短发，但相比年龄依然很年轻。乌索普果然变老之后也还挺帅的，有点耶稣布那个感觉了。60岁的乌索普看起来还挺慈祥，而山治真的是符合越老越帅的标准。那个时候的山治头发留长了不少，更潇洒了。而且60岁的山治居然比40岁的时候还帅，留了一个致敬泽普老板的胡子辫。乔巴的40岁和60岁看起来略微成熟了一些，但皮相上的可爱依然是主旋律。罗宾的40岁和60岁气质上好像和现在没有太大变化，看来罗宾很耐老啊，毕竟优雅是不会衰老的。弗兰奇的50岁和70岁，弗兰奇变老之后也是蛮帅的，只要弗兰奇不再持续变态，他未来也是个帅老爷子。布鲁克的20年后和40年后，以及走偏的未来全都一个样。尾田的原话就是骷髅乘以4，看来布鲁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永葆青春了。当时慎平还没来，所以没给到，不过慎平现在都已经46岁了，慎平再老一些应该也依旧威严霸气。海贼王里老帅哥越多，也就越不难发现尾田的那个恶趣味，女性角色大多是越老越丑，而男性角色很多是越老越帅。还有就是尾田老师一直说自己画的是少年漫，结果这些上了年纪的帅大叔可真没少抢了风头。熊的经历让这几个人感到了疑惑，幸福的人大抵相同，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而熊是迄今为止海贼王里最悲情的人，从小双亲被害，被当奴隶，朋友之上恋人未满的金妮被天龙人掳走糟蹋，收养金妮和天龙人的孩子波妮，为了给波妮治病，被改造成人间兵器批量生产，然后又被当坐骑被羞辱，最终他做的一切都被掩埋在暴君2字之下。难能可贵的是，熊吃尽了世间所有苦难，却依然保持着温柔与爱，这份爱除了没留给自己，他却给了所有人。正因如此，熊的经历不禁也让这几个人产生了疑惑。首先黄金帝德索罗想说，不是吧兄弟，这你都没有黑化，不要说养孩子，喜欢之人被天龙人抢走之后，我他妈直接就黑化了。从此德索罗就成了冷血无情偏执的追求金钱的黄金帝。德索罗用黄金疯狂弥补当年失去的遗憾，他要用当初没有的东西，现在多到用不完的东西支配所有人，最后到了疯求的地步。虽然黄金帝拥有全世界20%的财富，但他依然感觉一无所有。然后明哥想说，不是吧兄弟，这你都没有黑化，不要说给人当奴隶，被人欺负够了我就直接黑化了。明哥处理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后，从此走上黑暗之路，成了黑道的带头大哥。只有彻底黑化，明哥才觉得能真正的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人挂在城墙上。然后阿龙想说，不是吧兄弟，这你都没有黑化，不要说同为一族的父亲被天龙人杀害，泰格老大被人类杀害之后，我就直接黑化了。从此阿龙将所有的人类视为敌人，和同袍决裂，远走东海，祸害了娜美的村子，并且成了一个极端种族主义者，对这里的人随意出尔反尔，随意虐待，肆意宣泄自己的仇恨。然后霍古巴克想说，不是吧兄弟，这你都没有黑化，不要说你和金妮情投意合的这种关系了，光是为了我单方面舔的女生辛朵莉，我就直接黑化了。为了复活辛朵莉，从此霍古巴克从一个多次创造奇迹的天才医生，成了一个海贼，并且帮助莫利亚制造僵尸，侮辱尸体。原本还是乔巴的偶像，结果成了乔巴心里最差劲的医生。然后青雉想说，不是吧兄弟，这你都没有迷茫，为了给不是亲生女儿的波妮治病，可以毅然决然地接受改造，即便对方是给你带来这一切苦难的世界政府。
光是我觉得海军没有正义，我就可以含泪痛打恩师了。其实熊的经历即使真的让他黑化了，感觉也可以理解。然而熊却没有因为他的任何一件经历而黑化。此后的日子里，他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波妮。即便世间如此黑暗，熊依然用旅行的话你想去哪里给波妮带来希望。即便波妮有着被生父嫌弃的疾病，但在熊这里却被视为最美丽的珠宝。这就是熊，不是熊的爱太过廉价，而是这个世界配不上熊的温柔。受尽苦难而不厌，此乃真正的修罗之道。海贼王里那些老角色的现状，在海贼王里，即便是登场很早的人，很多如今也依然活跃在大海上。如果某人迟迟没有后续，那只能说明我们还需要再等等。当然有些人的确不太会出现了，那也会交代一下他们的去向。名扬四海的刀神约瑟夫剑圣强尼，逼退鹰眼之后，他们与世无争，如今已经退隐江湖成了渔夫，看起来收成不错，生活惬意。而且他们现在还居住在和草帽一伙分别时的可可西亚村，娜美的故乡由刀神剑圣守护，大家可以放心了。给索隆送饭团的小女孩丽香，初登场于希尔兹镇的丽香，当时也是第一次做饭团，虽然糖放太多了，但是索隆还是温柔地说很好吃。2年后，丽香长大了不少，在希尔兹镇海军基地给官兵做饭团，此时她做的饭团已经非常美味了，受到这里人的热情追捧，生意火爆。海贼里的忠犬八公小狗羞羞，如今羞羞在原址上开了一家很大的宠物食品店，门前居然还有羞羞戴着草帽的一个雕像，房顶上还有一个巨大草帽，实锤了，原来羞羞是乔伊波伊。看报纸的那个是镇长，那个地中海大叔有点像羞羞死去的主人，如果主人没死，那真是个美好的结局啊。不过也可能是领养羞羞的新主人。宝箱大叔卡蒙遇到了一个一样被卡在木桶里的小萝莉，两人和他们的动物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乌索普的3名悍将也长大了不少，而可雅小姐已经实现了梦想，成了一名医生。虽然有众多追求者，但可雅只把乌索普的照片从报纸上完整的剪了下来，就可见这俩人早就撒糖了。射刀郎一本松，他把索隆的照片挂在了自家的浴室里，从如师傅般那自豪的神情可见，索隆虚假的师傅双月耕四郎，真正的师傅射刀一本松。索隆的噩梦指南鸟，原来除了指南鸟，还有指东、指北、指西鸟。索隆表示这针对我是吧？不过发现指南鸟身边有一只母的，不会吧，连你也有女朋友了？阿拉巴斯坦贝尔，动漫里贝尔在最后时刻留下了一个生还的身影，然后就没了音讯。2年后可以看到贝尔和加卡在定做新装，功夫海牛惊喜出现，贝尔留了很大一块伤疤，不过也是挺离谱的，毕竟虚假的四皇大妈一堆炸弹抬走，真正的四皇贝尔原子弹擦破点皮儿。如今的阿拉巴斯坦重建的生意盎然，约巴这个地方重新成为绿洲，寇沙成了国家的环境大臣，两边的那俩高个是寇沙的老部下，中间的是挖水的多多大叔，也是寇沙的父亲。那个发现假国王的小孩也已经长这么大了。只驮女生的色骆驼睫毛也被成全了，留在了微微身边。空岛门票婆婆，如今的空岛已经不再叫空岛，因为当初乌索普用一堆橡皮圈换了一堆空贝，现在这里叫橡皮圈乐园。门口有一尊乌索普雕像，乌索普在这里被称之为橡皮圈之父。乌索普还真是四处称神啊，路飞的雕像都没他多。门票是3000万空岛币，等于3000贝利，145人民币。橡皮圈乐园内那个天生有见闻色的小女孩艾莎也已经亭亭玉立了。这里有个非常火爆的项目，就是以那只巨蟒命名的诺拉蹦极。空岛人和山地亚人已经和睦相处了，山地亚姐姐和科尼斯开了一家南瓜咖啡馆，就是路飞咬不动的那个南瓜。这里的招牌是咖啡和南瓜面，科尼斯的父亲和贝雷帽长官正在店内享用。空岛神和山地亚酋长坐在南瓜田上喝着南瓜汁儿，讨论着今年丰盛的收成。神殿之外，瓦帕等4名山地亚战士组建了新的4神官神之护卫队，守卫空中圣地。瓦帕右手无名指有个戒指，应该是和那个山地亚姐姐在恋爱中。而原来的神官之一，那个很逗逼的涅槃，反向喷风掉下了青海，到了阿拉巴斯坦。他在这里大搞一番，开了家温泉店，班加谢转航海底巴士，连通沙国两岸。微微等阿拉巴斯坦的老熟人也都光顾过。涅槃大人担任温泉店的老板兼搓澡工。可可罗婆婆的孙女齐蒙妮成了水之都换乘站的新站长，还有她的猫兔昆贝，一如既往的可爱。方块姐妹接手了酒吧，他们还见过当时继续在路上追求爱情的罗拉一伙，并表示我们是弗兰奇一家，咱都是朋友。其实在那之后不久，罗拉和姐姐契丰就重聚了，并嫁给了贝基的手下戈蒂。好家伙，贝基和自己的部下成亲戚了是吧？都没外人。早已晋升卡雷拉公司副社长的巴里，如今已经完成了第2列海上列车冒烟冰号的建设，和工头们一起揭幕庆祝。冰山社长招了个10岁的天才小秘书，而且他的那只名为霸王龙的小仓鼠都长得这么大这么肥了。弗兰奇的小弟们当起了推销员，买船、修船、拆船一条龙服务，有时候也会顺带卖可乐。不过旁边这个女生怎么这么像布林啊？那个在高跷上生活了10年的老大爷，借助轻质的冰路，2年后终于赶上了大部队，和家人村民团聚了。别离10多年，此时老大爷都已经有了孙子和孙女了。栗子头大叔和圆山联合军继续在浪漫的冒险路上，人猿头上戴着一顶草帽，他们现在正在找寻幻想乡。贝拉米如今在一家染布坊学习绘制海贼旗，他正在用永不破损的材料绘制海贼旗，看样子很像草帽团的。
看来贝拉米真的是质疑、理解、成为。还记得德岛后，贝拉米分到了一块路飞的生命卡，只要是出现生命卡，都会是个伏笔。目前为止无一例外。老沙的那帮部下，老沙一开始是被关进了一座小监狱里，那些部下来救他，老沙很潇洒的没走。离别之后，手下们重新开张了蜘蛛咖啡店，并且在黄金周的梦幻七彩虹的影响下，他们以梦想中的新角色重新开始了生活。鼹鼠是公主，黄金周是画家，双手指是酒吧老板娘，情人节是甜品师，鼻屎男是消防员，棒球男是披萨外送员，而那只狗是一台战车。1和3目前依然在老沙那里，尤其是三哥，说他现在是皇父好像也没毛病。而小冯也没有死，小冯目前在推进城5.5层当了那里的新主人，也就小1万之前待的地方。看起来小冯过得很开心，非常好。微微曾经的那个搭档，如今已经和那个金刚芭比结婚了，而且还有了小孩，他俩居然成了一对儿，爱情真是让人捉摸不透。轻轨东丽和红轨部落基前段时间还出现在了红发海贼团的阵中，里面还有乌索普在司法岛收的那俩小弟。一开始还想着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轻轨和红轨停止了持续上百年的 PK， 然后恍然大悟，哦，原来是面子果实啊，那没事了。那么问题来了，留下了伟大航路再见吧自如千金的约定的阿金去哪儿了呢？根据海贼王的习俗，相信阿金终将是会出现的。草帽一伙各自开发的飞行方式，阿拉巴斯坦的贝尔曾说海贼王里有公认的5种飞行能力，哪些是公认的不知道，反正早已出现千奇百怪的飞行方式，奇特都奇特在都是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开发的。路飞的飞行方式，早期的路飞就已经能借助橡胶的特质实现短途飞行，也就是借助伸长的手脚，但显然这种飞行方式对索隆来说飞得很准，下次别飞了。开发出4档后，路飞才算真正的能够在空中闪躲腾挪的飞翔。4档状态下，将空气压缩进腿部肌肉内，利用强大的弹力突突空气，从而产生高速喷气式的飞行效果。所以也难怪4档路飞经常性的兜不住就漏气了。5档觉醒后，所到之处皆是橡胶，所以空中漫步更不是问题。罗宾的飞行方式和路飞一样，也是通过果实的开发。罗宾的幻之翼可以让罗宾实现滞空和短暂飞行，甚至下面还可以挂一个弗兰奇。当然，如果想飞得更高，那就需要借助弗兰奇的脑袋用一下了。虽然幻之翼不能让罗宾飞很长时间，但是巨好看呀，优雅美丽就够了。布鲁克的飞行方式，布鲁克很轻，甚至可以在水面上奔跑。不过布鲁克本身还是不能飞的，可是布鲁克会灵魂出窍，这样的话不仅是能飞行，准确的说是应该是飘荡，还能穿墙，而且没有实体，这简直是比真正的飞还好用。显然布鲁克起初开发这招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看胖子。以上是用果实能力飞行的方式，不靠果实能力的几个人自然也有妙招。弗兰奇的飞行方式，弗兰奇风来喷射。虽然弗兰奇和路飞都是喷气式飞行，但弗兰奇这个显然更可靠一些，因为它不受海楼石或者海水的影响，即便被捆上4肢也能脱离险地，关键时刻真能救命。没想到最变态的也是最有用的。山治的飞行方式，草帽团里最适合空战的那就是山治了。2年期间在人妖岛被逼出了月步，像山治这种靠脚力的月步的确是很好的配置。之后就是战斗服，看起来战斗服的飞行速度要比月步快，虽然现在战斗服被山治抛弃了，不过借助血统因子觉醒后更高速的移动，一样可以实现战斗服的各种增益效果。索隆的飞行方式，索隆一直以来都是靠借力飞行，和山治配合的空军爆裂踢，还有奥伦布斯的保龄球等等。在这期间，索隆当然也苦恼过自己不会飞，但以索隆的性格，当然不会学山治一样左脚踩右脚上天，因为索隆即便飞也得用手飞，这就有了鬼岛上的2刀流空离枪。索隆居然自创了自己的一套乐步。娜美的飞行方式，娜美拐来宙斯这笔操作必然是稳赚不赔的。在增加战斗力之外，娜美同时也等于获得了一个飞行道具，毕竟宙斯以前是大妈的飞行作家，以后那要驮着娜美了。慎平的飞行方式，慎平是个鱼人，让他上天是不是有点难了？不过慎平还真的有办法，慎平可以在海里掀起一波强劲的海流，然后呢，慎平自己站在海流上就等同于飞行了。在推进城劫军舰还有助路飞飞越包围壁的时候，就可见这招还挺好用的。乔巴的飞行方式，前面说用果实能力开发飞行方式的时候没说乔巴，因为乔巴有点特殊。首先就跳跃强化状态下的乔巴还是有很强的制空能力的，但这个主要是蓝波球的效果。还有一个就是和弗兰奇的组合技空中散步，这需要他俩的配合，由击剑狂魔弗兰奇在前面疯狂造楼梯，乔巴在后面疯狂地木板，几秒钟就造好，然后发动突然袭击，算是非常奇葩的一种乐步吧。乌索普的飞行方式，乌索普的方式真的有够抽象的，他在空岛的那些发明确实可以让他获得一些奇怪的飞行能力。在阿拉巴斯坦的时候接娜美的助攻原地起飞，这是乌索普飞得最痛的一次。当然乌索普还有一种终极飞行方式，就是挂海贼旗的那一次，由山治踢上去接索隆砍出去，再接弗兰奇崩上去，这就是乌索普飞得最流畅的一次。